去约会吧，只要你想，天涯海角都带你去。姐姐，该起床啦。我可不信，5分钟后你肯定要说再睡5分钟，再睡真赶不上飞机了。躲在被窝里是吧？行，那我就抱着一卷被子去机场。如果安检拦着，我就说这可不是被子，这是我们家爱睡懒觉的大律师。棒球赛，认识的一支球队今年打进了8强，我去给他们加油，顺便在那边玩几天。怎么不理我呀？眉毛都皱起来了，怎么了？说海沙现在天气暖和，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你忙完要不要过来待2天？姐姐，能不能帮我砍一刀？要砍一刀才能拿到限定贴纸。到家了，等会儿餐厅有点吵，我出去跟你说，先别挂断。明天，球队邀请我当开球嘉宾，我正考虑要不要答应。
就是在正式比赛前先发一个球，炒热赛场气氛，作用跟吉祥物差不多。当嘉宾的好处是，哪怕打得不好，观众也不能笑话我，还得一起给我鼓掌。哎呀，光顾着说我了，你这趟出差顺利吗？我回去陪你。等我看看机票，今晚估计没航班了，明天我想办法协调时间，协调不了也没关系，以后还有很多场比赛。哎，这趟航班的时间刚好，明天早上你睁开眼就能看到我了。小鹿哥没摔着吧？奇怪了，这地上也没坎儿啊，怎么还能绊个跟头？哦，我出来告诉你一声，你想看的那场比赛马上就开始了。我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海沙这2天升温了，过来不用带太厚的衣服。来吧，来了以后带你看我的球队打比赛，我等着你。是不是很热？房间里有冰镇的饮料，等下我拿给你。下午2点，还早呢。不过我想在比赛开始前练一会儿头球。陪我一起去吗？有你给我加油打气，训练肯定能事半功倍。我电话。喂，小鹿哥，我是严一鸣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你说。上午的训练快结束了，教练说赛前可以放松一下，我们就想着陪你练一会儿头球。要是小鹿哥的开球有失水准，也会影响到我们队形象嘛。行啊，待会儿球场见。哦对，经理说新队服送你房间里了，让你试试。教练还说明天有家报社来采访，要是记者问起，能明说是你赞助了我们球队吗？能，你就报我名字呗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如果记者问到我们当年倒数第1的事情怎么办啊？我们怕给你丢脸。啊，倒数第1也不是我亲自打的，我不丢脸啊。
姐姐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是我，试衣服的时候头卡在领子里，钻不出来了，快帮帮我！真的卡住了，我自己出不来。你看，你看，难道你在怀疑我趁机卖萌和撒娇？脱下来，不对，还是穿进去吧。能呼吸新鲜空气真好。尺码没错，可能版型有点问题。临时调换也挺麻烦，反正我只是开球的时候穿，可以凑合一下。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，那时候我们还没认识呢。刚回国那年，有一回我来海沙出差，经人引荐跟正在四处拉赞助的球队经理见面。我本来只想走马观花随便聊聊，谈了后反而有些兴趣，就一直赞助到现在。平时我自己都想不起来这回事，也没觉得跟这支球队是投资或者赞助的关系，只觉得这是一群很遥远的跟我有一点连结的朋友，始终在为他们自己的赛场拼命。你肯定猜不到我从哪儿学的棒球。卫明大学研究生课程中，体育是必修学分，我记得一共有10几门课可以选。但开放抢课时，我在开例会，等出会议室，就只剩下棒球了。从前的小陆总好辛苦，不过现在可不一样了。你在海沙待几天？我不知道你什么打算，暂时没规划行程。只来得及看1场比赛就走吗？我都忘记上次打棒球是在多久前了。偶尔想打一次，总没合适的机会，要么没时间，要么凑不齐人。姐姐知道棒球的规则吗？回家后我们一起打吧，我当你的捕手，一定能接住你投的球。买几个机器人，然后把智能等级调低一点，不让机器人打到我们的球。我聪明吧？
小鹿哥，我们在这儿呢，2号场。有件事忘记提前跟你说了。知道你要来，昨天球队教练特别提醒我，要为青少年球队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。要让孩子们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，感受亲情与友情的可贵，但暂时排除爱情。明白了吧？所以恐怕要委屈姐姐暂时当我的法律顾问了。来这么多人，你们是来陪练还是想看我热闹？哎呀，才没看热闹，我们是关心小鹿哥，真心的。介绍下，这是我的法律顾问，下午会跟我一起看大家比赛。捕手严一鸣，他是队长。投手哪儿去了？哎，躲那么后面，我差点没看见你。哦，原来这就是顾问姐姐。吓我一跳，这孩子怎么慢半拍呢？反正都认识了，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。对，这个位置最安全，也绝对能看清我帅气的瞬间。其实我一点儿也不爱出风头，但一想到你在看，就忍不住想赢。看好了，我要让他3振出局。看到了吗，姐姐？有没有在看我？哎，坏球！而且转速也太低了，我看着跟慢动作一样。小鹿哥，你水平不行啊！手感还没热起来，这个不算。再来一次，这次肯定是好球。嗯，不对劲，刚刚怎么没人给我加油呢？赛场上听不到鼓励，也听不到夸奖，是不是根本没人期待看我发球啊？哎，难怪我投不出好球。嗯哼，听到了，虽然声音有一点点小。准备好，我要开始喽！要命了！你故意的。
哼哼哼。刚才跟严一鸣说了2句话，好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想吃什么？行，那家餐厅还挺有意思的。他们在排队给奶茶集点卡盖戳，一个用来盖戳的小卡片，买1杯奶茶盖1个戳，20个戳换支雪糕。雪糕是奖杯造型的，这么大一个。是不是有点幼稚？说的也是，幼稚又怎么了？给你看个更好玩的东西，回头看那边。在公用 Pad 上可以写许愿签，不转播体育比赛时，许愿签会被投上大屏幕。球队里的小孩特别喜欢在大赛前来许愿，一写就是10几张。小鹿哥，问姐姐，来这边。灵不灵验，亲自试试才知道。你怎么没跟领队去吃饭？我昨晚不小心把店里的笔给顺走了，才发现，赶紧送回来。顾问姐姐，你能不能帮我们队写1张许愿签？听说第1次许愿最灵验了。几年前来谈赞助的时候写过，这次又愿望太多了，神仙嫌我啰嗦，早就不理我了。不过无所谓，你的灵验就够了。KPI 还能这么用呢？温晨的电话，我找个安静的地方接。姐姐等下先看菜单。帮我们写几个银字好不好？这个字笔画太多了，我写的难看，投屏上去总被笑话。像我们以前这样写就行。倒数第1这张是我们1代队长写的，底下这个棒球小人听说是小鹿哥画的。这2张是我写的，
去年我们从到7升到8了。对啊，如果打完今年我们积分能进前8，以后就能正着数了。对，不过当年球队的成绩特别差，大家都不明白小鹿哥为什么愿意赞助。顾问姐姐知道原因吗？那时候我还没加入球队，不过我从2代队长那里听过1代队长跟小鹿哥的故事。顾问姐姐肯定是很了解小鹿哥吧？你听完大概能明白为什么。经理说你要退队，那还练什么？练挥棒的姿势。教练说我们基本功太差才会丢分，但他不知道，根本不是基本功的问题。我们就是最没天赋的一群人，永远没希望夺冠。明白，输怕了，所以不敢继续打。那你们在自荐信里写的，虽然我们是倒数第1，但也想赢。还有那句，有信心从倒数第1进步到倒数第2，成为创造奇迹的队伍，都是随随便便写来骗赞助商的。对，用来骗想看倒数第1逆袭的赞助商。但是在这里，你只能看到笑话，那种拼了命才发现自己连普通跟一般的成绩都够不上，只拿倒数第1的笑话。哎，我走了，球队怎么办？你还给赞助费吗？为什么不给？换个新队长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你们原来的教练不够专业，正好一起换了，还有这些老旧的训练设备。新团队磨合期间成绩可能更差，等一切回归正轨，你们也许能打出更好的成绩。也可能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你为什么相信我们球队能变好？反复问别人为什么相信你，是在变相索求一种心理安慰。你其实并不关心理由，只想听对方亲口承认，对，我真的相信你。可惜我是个没什么同理心的商人，恐怕给不了你想要的答案。但想赢，就继续打，别给天才让路，也别让给任何人。我想打，但实在不想再输了，我害怕了。再害怕，明天还是会来。但是不管输赢，明天总会过去。先吃饭吧，下午再练。我来的时候看见后面有家餐厅卖海鲜烩饭，看着挺好吃，就是不知道多少钱，贵不贵？挺贵的，不过我们经理攒了好几张优惠券，买套餐还送饮料。这么划算啊！那咱们得先去找一趟经理，我看看，应该是往这边走。
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。我知道，我不怕输，但是更想一直赢。那是小鹿哥昨天晚上发的。他想安慰你，又不知道怎么说，坐在这里纠结了好久，然后就，我说漏嘴了。完了，小鹿哥回来了，我得先跑。你们在聊什么？严一鸣怎么看见我就跑？几年前的事情我都快忘了，他们竟然还记着。我哪会安慰人啊？我一直……其实当年球队成绩差有很多原因，在我眼里都可以解决。但一群半大的孩子从来没被放在公平的起跑线上，遇到事情只知道怪自己。我知道这种时候自责其实是最容易的事，但也最没用。也可能像你说的那样，他看到有人不甘心。不说从前了，好饿呀，吃饭时间到。等比赛过半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溜走吧。比赛打完天都黑了，到时候回酒店收拾一下，就该送你去机场了。但我不能明知你带着心事来，陪我东奔西跑一天，又带着沉甸甸的心事回去。别总是迁就我，也给我机会找一条安静的街，找排空长椅跟你坐一会儿，听你讲讲最近在为什么烦恼。如果暂时不想说，
我们就沿街走走，晒着太阳，跟街边溜溜达达的小狗聊天。刚好够兑换2只雪糕，我们一人1只，边吃边压马路。没有，我攒的不够，借了严一鸣的，回头要还呢。跟我去约会吧，只要你想，天涯海角都带你去。老板，换2只雪糕。我没说错吧？是超大的奖杯雪糕。逃避。好，总要面对的。我是想说，我们很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你怎么知道？哦，肯定是严一鸣同学出卖了我。因为我不想重复那些无关痛痒的话，轻飘飘用一句“以后会好的”无视你现在的感受。有些事情永远不会变好。人从出生到结局，都在印证“无能为力”4个字，劳费一生挣扎反抗，反抗不过就责怪自己。我明明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个道理，却还是很可笑的希望你不在罗网中。我知道自己很矛盾，但不想改。让我一直用这种矛盾的方式陪着你，可以吗？我们像钉子一样扎进现实，看看世界最后还能糟到什么地步。姐姐，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别乱动，雪糕马上化了，当心蹭到头发上。不能乱
乱动。我就是忽然感慨，本来想好好表现一下，结果最后连安慰的机会都是姐姐给的。姐姐对我这么好，什么时候能给我一个机会报恩？真来合影接我，说话算话。是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，你来接我下班约会的那种吗？虽然很喜欢，但也会有点不好意思。姐姐知道的吧？我特别容易害羞，你看，脸都红了。姐姐，我打球回来喽。今天是在卫民体育馆打的，场地有点小，但挡不住我超水平发挥。还有人把我认成了棒球明星，要过来合影呢。我赶紧跟人家解释，认错啦。啊？没听清你刚刚那句话，什么大明星？好啊，你也跟着捉弄我。我要是大明星，哎，现在流行管自己喜欢的明星叫什么来着？好像是叫哥哥，对吧？啊，怎么还真来真的呀？刚才都没反应过来。等你回家能不能再让我听一遍啊？啊，我没说什么。说起来，姐姐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在家，才一路紧赶慢赶，结果去逛超市了。怎么没等我回来一起？哦，没想到我回来的这么早啊！我看看你手里拿的，薯片，我要吃，还想吃巧克力。旁边货架上那个红色的又是什么？啊，我记得这个口味的你也喜欢，拿2包吧。等会儿，挪下摄像头让我看看购物车。买这么多东西，你在哪家超市啊？我开车去接你。买完东西要是还有兴致，可以把袋子放后备箱，我们在外面逛一会儿再回家。哎，之前还说回家后要跟我约会，跟我一起逛街压马路，你这么快就忘记了？哼哼，不认账也没用，我肯定要一辈子都缠着姐姐的。不行，不能再这样隔着屏幕说了，我现在就过去接你，把我一辈子的报恩计划当面告诉你。